潮绣它其实不仅是需要这种技艺的这种延续，更需要与生活对话，它才能真正实现这种非遗的活态传承，才能吸引年轻人来参与。我叫张慧娜，是一名潮绣传承人，师从中国刺绣艺术大师李淑英。我是从小就喜欢做手工，因为我妈妈就是在家里就家庭妇女嘛，一般都会做手工，会织毛衣，就是从7、8岁的时候开始，就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跟着妈妈做手工花，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看到了李淑英老师的潮绣作品，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太震撼了，就一根小小的绣花针。它能绣出这么立体，又这么精美的作品，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也会这门手艺的话，就太了不起了。之后我就在那个亲戚的引荐下去找李老师，拜他为师，一直坚持做到现在将近20年。我不是学美术专业的，就是从一张白纸就去拜师学艺，前面的那几年其实是很辛苦的，其实最艰难的时期就是从平面绣到立体绣的这种过渡期，因为绣平面的话它会比较简单，立体绣它是需要用棉花和纸钉去做一个底部凸起来的塑形，这是很难的一道工序。比如说你要绣龙、绣凤，或者是绣人物，你要用针线，把棉花扎一个立体的这种凸起来的这种形状，然后在棉花上面进行刺绣。我们那个刺绣的那种高度会在1公分或者是2公分高左右，然后你的针线要从棉花的底部穿上来，很精准的找到那个针脚的位置进行刺绣。这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要不停的日复一日的去磨练、去练习，才能达到这种。师傅说我出生在了一个好时代，政府现在越来越重视我们的非遗，在2015年的时候，文化部推荐我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去研修。我当时也跟我的导师李云军教授就合作开发了几个系列的这种旗袍礼服。这件作品是从我们的四君子，就我们的潮绣传统作品四君子中提取出来的一个图案，结合到我们的旗袍上面，就是把潮绣回归应用到我们的服饰当中。我们的一幅传统作品，它需要花1、2年的时间来完成。如果说你把它结合到生活当中来的话，一个很简单的图案，可能需要1、2天就能完成，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潮绣对我来说，现在不仅仅只是一门手艺，更多的是一份责任。从我入行到现在，将近20年，一开始就是想把潮绣的手艺给传承下来，就是不要让它失传。后来就是慢慢的意识到，就责任比较重大，你不只就是说需要把手艺传承下来，你还要考虑它以后的一个发展。因为现在的潮绣作品，可以说是很少出新作品了。就是现有的潮绣作品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图案，而且现在的这种工艺还没有前辈绣的那么好，就是工艺一直都在比较简化了，所以我就觉得责任重大。